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老范讲故事的 YouTube 频道，那边是 Jeff 好，Jeff 的科技视角。对，我们两个今天呢，在一起来聊一下西方国家的媒体管控的事情。因为我们首先其他国家的我们就不聊了啊，第一个是也说不明白，第二个也不敢。这个但是呢，现在西方国家，特别是最近出了一些事情。一个是梅塔的扎克伯格写信给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主席，说他被政府施压了，要求删除疫情期间的一些相关内容，以及2020年大选的时候呢，FBI 警告了梅塔可能出现拜登家族相关的虚假信息，他就对相关的信息呢进行了降权或者叫降级处理。结果事后发现这些问题是真的。对吧？这他说我今天要把它表明一下立场啊，这是一个事情。另外一个呢，就是 Telegram 的创始人 CEO 叫帕维尔杜罗夫在法国被抓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出了这两个事情以后，马斯克肯定出来要跳脚一下，因为对吧？因为他经常在捍卫，号称是捍卫言论自由吧。然后呢，也是因此受到了很多的广告商的抵制，然后在巴西呢也遇到了一些相关的麻烦吧。对，所以呢，我们两个今天凑在一起来讲一讲西方国家到底是怎么来处理这件事情的。好，我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哈，Jeff 科技视角 Jeff 李啊，今天跟老范连线聊一下，因为这个话题是我跟老范都非常关心的，而且最近呢，热点频出哈，包括老范刚才讲的这个 Zuckerberg 给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写信，包括这个 Telegram 创始人被抓，然后呢，星期五又爆出了一个新闻，巴西最高法院要封杀X，就是以前的 Twitter 要求这个 X 关闭那个在巴西范围内的所有的服务如果说公众巴西的这个居民利用 VPN 去访问 X 平台的话，每天最多可以罚款接近$9000，这个是非常 天哪，serious 的而且还跟这个就是 Starlink 绑定到一起了，就是禁止 Starlink，就是公众使用 Starlink， 然后马斯克针锋相对说 Starlink 目前针对巴西全面 free 大家尽情的去用，然后还在 Twitter 上贴各种讽刺这个巴西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图片。反正目前这个事情是最火爆的，估计还会有进一步的这个行动产生。所以这几件事情搅到一起，然后我跟老范商量一下，咱们连线聊一期好。是。在讲到这儿的话，先跟大家讲一个稍微有一点技术的话题，就是像 SpaceX 这种设备的话，其实是需要依靠地面站的。就是它正常的工作，就是你的手机或者说你的这个地面设备连接到卫星以后，然后卫星应该是不会在卫星之间进行传输信息的，它会马上找到一个就近的地面站把信息拉下来。所以巴西还是很大面积的一个国家，只要把境内的地面站都干掉的话，这个东西不是会说完全瘫痪，但是基本上会介于无法工作的状态。OK，这个 Starlink，星跟星之间还是有它是有，但是它通道很小。OK，就是正常，就是它只是你接到一个信号以后，马上找一个地面站去处理。对，是 OK，行，那我们这个我们开始首先谈一下这个 Zuckerberg 写信给美国众议是，院司法委员会的这个信吧。这个信我都已经打印出来了，大家可以看到太好了。还 highlight 出来。实际上呢，我觉得小扎呢确实也挺委屈的从这么大的一个社交媒体平台老板的角度来看他这个首先信开始就说明他写这封信呢是为了这个I want to be clear about our position， 就他觉得过往实际上有些东西是这个有点黑不提白不提，就他做了一些事情，那么这些事情背景是什么样的，事情本身是怎么样的，政府起到了什么样的这个推动作用，他自己当时做决策又是怎么思考的，所以他相当于把背后的这个因果关系讲清楚了。换句话说，把烫手的山芋
丢给了美国政府。那么看一下他当时讲的哪几件事情，实际上他讲了3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有关这个 COVID-19 啊，疫情期间，有关 COVID-19 的消息是非常多的，对吧？从疫苗到治疗方法到新冠后遗症，那么而且呢，最麻烦的是呢，很多东西当时其实是没有一个科学准确的、这个清晰的这个标准的，对吧？你到底讲到什么程度啊？疫苗在多大程度上是有效？我们都知道，疫苗刚开始都吹得很厉害，对不对？后来最早是95%的这个就是不会被传染，后来降到95%的这个轻症，然后又降到95%的这个不至于死亡等等，就是它实际上的效果是一路在往下掉的。所以大家对于疫苗的这个认知过程是要有一个逐渐清晰的过程，但是大家在社交媒体上讨论可不是这样的。所以呢，Zuckerberg 说，当时拜登的这个政府机构给了Meta 很大的压力，那么压力来自于多方，包括拜登的一些 senior officers， 一些高级官员、白宫等等，都会给他压力，要求他清除一些有关新冠的，一个是谣言，一个是讽刺。讽刺按道理来说不应该管得那么严，但实际上最终也是管了。所以呢，他们做的具体的方式呢，就是老范你刚才讲的这个主动降权，他没有去彻底删除这些新闻，当然可能有些太离谱的，就像这个 Trump 打什么消毒水的那种，可能就删了。那么有些看起来没有那么离谱，但是很明显不 make sense 的，那么他就降权。所以呢，这其实注意啊，这是一个主动的行为，就是平台干预了传播，平台干预了内容。那么所以呢 Zuckerberg 也说，基于这些我们从后往前看，发现有些新的 information， 发现之前降权的有些信息不完全是错的。所以呢，这个他觉得是需要检讨一下，顺带把责任拿出来，大家看一下，对吧？我们当时这么做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好，这是这个然后他强调 ，We are ready to push back if something like this happens again。他不希望这种事情再发生。为什么？马上就要美国大选了，大选了之后，谁知道还会有什么幺蛾子、什么各种奇怪的消息出来？对吧？我先告诉你，我面对这样的挑战。另外一个就是有关这个拜登儿子的这个事情。那么之前呢 ，FBI 已经警告他了啊，这个有些 potential Russian disinformation operation about Biden's family， 有关拜登家人的一些事情，背后是俄罗斯的情报机构去提供有污染的信息来误导大家。那么紧跟着《纽约邮报》就发表了一些相关的拜登儿子信息，然后笔记本电脑等等相关的这些事情。然后呢 ，Meta 又出手了，同样的是降权，是控制了信息的传播范围和传播的这个深度。所以呢，这封信这个事情是信里头讲的第二个事情。然后第三个事情呢，就是他做这个政治性捐款，就是他自己这个4亿美元是希望能够让这个基础设施不够发达的地区，网上投票，这个邮寄投票呀，或者是一些网上的这个工作更加 smooth。但是后来他觉得最终是帮助民主党更多一点，所以他今年大选他不会再做类似的事情了。所以整个信实际上是这样的内容，就引出了非常有意思的这个讨论。第一，这个到底什么样的信息社交媒体应该干预？第二，这个干预之后，就是你用什么样的手段来干预是比较合适的啊？第三，就是干预之后需不需要重新 review 去检讨，然后去为将来更加科学的去管理整个平台去这个优化，或者说取得更多的这个公众的支持吧。所以这个信的主要的内容就是这样的。这个有人说你的声音小，我的声音小是吧？OK，对，你没有开这个增益嘛？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这个玩意儿是可以开增益的，我一般都是开到最大。OK，
啊，我这个就是东西他一般买了，是说你现在别折腾了，我们今好好天先这样吧。对，好嘞，是。他是讲了这样3件事情。首先呢，我先想讲一下，就是说，我个人可能对于扎克伯格的这种，怎么说呢，这种政治表态呢，还是觉得稍微有些虚伪。为嗯什么呢？因为他其实一直号称是他不会去，参与这种政治选举相关的这种事情，就是包嗯括他那个4亿美元的捐款呢，也是说我是完全中立的。并不支持任何一方，说今年压根儿就不做了。他呢，我觉得首先做这样的表态是必须的，因为 Facebook 是全世界最大的社交媒体，如果他不表态的话，这事儿谁也别选了，对吧？他基本上是可以完完全全决定这件事情的。是，因为这个上面真的是几十亿人在上面折腾来折腾去的，不光是美国人，是全世界的几十亿人在上面折腾来折腾去，他完完全全是可以主导这个事儿的。但是呢，扎克伯格其实在每一次选举里头都下手了。嗯在这个川普第一次当选之后呢，闹出来的叫剑桥分析事件，应该对，是剑桥分析什么研究所还是叫什么一个名字。他呢，就是当叫做时是号称窃取了3000万这个 Facebook 用户的数据，然后呢，对嗯他们进行针对性的广告投放。说是，如果你是一个保守的人，那么我应该给你投放什么样的东西？如果就这种东西投放是非常精准的。嗯因为他这件事情呢，扎克伯格到底或者梅塔到底自己有没有参与不确定。在那个时候应该是2016年，对吧？就是16年，对对，一，Trump 第一六次年的时当选，候呢，嗯因为我们当时就是猎豹移动是梅塔最大，当时还不叫梅塔，叫 Facebook，我们当时是 Facebook 最大的广告合作伙伴，是嗯这个没有之一。因嗯为他当时觉得从谷歌那边把我们挖过来是一个特别开心的事情。所以嗯我们知道他当时梅塔就是 Facebook 的整个的广告系统其实是非常不完善的，就是他是从谷歌那边挖人，然后自己也做，所以在当时的状态，他们丢失大量数据的可能性应该存在。但是呢，反正他已经身上没有那么干净。然后到2020年呢，是扎克伯格陈的基金会捐了4亿美金，当时捐呢是给了2个叫中立机构或者叫非盈利机构吧，就一个叫技嗯术与公民生活中心，一个叫选举创新与研究中心。嗯捐完了以后，就是像刚才你讲的似的，是帮助大家去不方便投票的人去投票，包括邮是，寄选票。但是嗯最后他们发现，这个钱基本上拿到钱的地方都是民主党赢了。嗯而且呢，也是共和党最后一直在骂说你们在搞这个叫什么呢？在搞这个邮寄选票的时候在作弊，在搞这个事儿。嗯而现在呢，他又在选举之前跳出来反水，嗯这个原因呢，也是就是他是在国会山之后就把川普的账号封了嘛，一嗯直到2024年的7月12号共和党大会开之前才算彻底的解封。2023年的话就是解了，但是解完了以后呢，算是说监视居住，就是你万一有点什么事儿，我马上再封你，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到2024年的这个7月12号是彻底开了。嗯然后呢，马斯克也说，不是，这扎克伯格也说了，说我今年我就不捐了啊，就上回我整这事儿整出一堆，就等于惹了一身骚呗，这今年我就不干了。嗯然后呢也表态说这个川普遇刺以后啊，这个是我一生中见过最霸气的事情了，就反正嗯舔的有点稍微过了啊。嗯还有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川普是说了，说他上台的话，就是嗯川普是在7月9号说的，说如果嗯他上台会要清算2020年大选作弊者，而且呢，在那个里头还专门点了扎克伯格的名字。嗯对，所以对于川普来说，他有可能上台了以后会收拾他。那么扎克是，伯格现在就肯定是说，这个就是他肯定是有立场的，然后呢，也在很积极的利用他的这个身份去表达他的立场，但是呢，他嗯。做的事情很扭啊，这个事情。明白，我做一点补充吧，就是嗯，有关2016年剑桥分析的那个事情。对，实际上老范你点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嗯，当时 Meta 的这个全球的广告的这个整个的架构才刚刚起来没多长时对，间，所以很多东西呢，它其实从管控的角度上来讲，它完全是初哥新手，是，新入洞房，他很多东西他不知道怎么管，所以呢，是，他给了广告主最大的权限去访问
Facebook 的用户的数据。我们知道这个 Facebook 用户在使用过程中大量的数据啊，除了他自己的一些主动的行为，比如说转发啦、评论啦、点赞啦，或者是这个包括观看的一些内容和内容标签基础上的这个分类。除此以外，用户自己还有一些 location based 的 information， 这些都是 Facebook 收集的。那么对，广告主在广告投放的时候呢，他往往是需要基于一些标准去设定自己的广告投放对象，对吧？比如说对，我是卖卫生巾的，那我就肯对，定只会投放女性啊，这对，个性别是一个最基本的这个受众的划分标准。除是，此以外还有很多。那么比较麻烦的是呢，这个剑桥分析呢，它不是用来做普通的商业营销，它是用来推销观点的。所以呢，基于这些普通商业营销的收集到的客户数据，Facebook 当时对于这些所谓用户的标签也好，用户的这些特征也好，它的管控是非常松的，基本上是和盘托出。广告主对，嘛，对吧？你给我的信息越多，我就越能够精准划分我的受众。那对，你向我收的这个钱，这个单价 impressions 或者叫 CPM 就可以越高，对吧？嗯，但是剑桥分析是贩卖观点，所以它相当于拿这些数据去用来投放政治性广告。嗯，这个是之前大家没有想到的。第一，投放的规模那么大；第二，完全是单方的去帮助 Trump；第三，据称效果非常好，因为剑是，桥分析当时还在一个公开的 seminar 上讲自己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分析架构，然后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如何通过蛛丝马迹发现这个受众的潜在的一些这个内心可能自己都不知道的需求，然后通过特定的内容投放去改变他的政治立场跟投票选择。这个事情实际上是以前从来没发生过的，所以才把Facebook 搞得这么狼狈。自此以后，那个到2020年大选的时候 ，Facebook 包括其他的社交媒体平台，基本上都不再接受政治性的广告投放了。就如果你是政治性的，大选期间我是不接受的。那么非大选期间呢，可以接受，但是你必须去登记所有相关的信息，包括谁是出资的，然后你投放了多少钱，然后你的这个受众的筛选标准是什么？就换句话说，完全是一个透明的盒子，你花钱让大家都能够公开查阅得到，也能够评估这个大概评估这个效果，对吧？所以呢，当时是这样的一件事情。你说2016年Facebook 有没有帮到 Trump？100%帮到了。但是你说 Facebook 有多大的这个本意想帮 Trump？其实他完全没有自己想帮 Trump 的意图，就是想挣钱，再加上当时管控的能力是非常欠缺的，整个行业也不太清楚到底应该怎么去管控这些政治性的投放内容，所以就最大的锅相当于是 Zuckerberg 背了。对，今年大选是特别乱。Zuckerberg 肯定不想再去背这个8年前的这个锅了，索性赶紧先把这个雷先给大家排出来。那我现在手上有这些雷，我之前是怎么做的？现在是，大家看该怎么办啊？起码把这个话题抛出来，让自己先能够把风险或者说做一些预期管理吧。是。所以怎么说呢？其实对于投放广告这一件事情来说，到后来Meta 其实也没有特别大的改进，就是在数据管控和隐私保护这一块也没有特别大的改进，因为我们一直在做广告投放，一直到什么时候呢？一直到苹果在后边背刺了它，然后才彻底隐私保护了。对，当时差点没把它弄死，我觉得。对，苹果当时对第三方的 cookie 啊，包括其他的一些应用跟踪做了很多的限制，再加上Google 要废掉，在 Chrome 上要废掉第三方 cookie，所以对于所有的 apps 来说都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因为他们再也不能像以前一样可以随意去跟踪这些在应用或者是你把这个拿起来，然后放在嘴边上。行。对。其实我们讲了半天广告，然后我们回来讲到说，政府到底应该如何去监管或者如何去管理这种社交媒体，其实这是我们今天真正要讨论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呢，
其实前面有2个例子，一个呢就是施压说你要把什么样的消息干掉，对吧？比如疫情消息干掉，或者跟疫苗相关的消息干掉。然后另外一个例子呢，我觉得 FBI 的那个例子是非常聪明的。他这个聪明的方式在哪儿？就是我告诉你有可能有假消息，然后呢，在这个时候呢，这个社交媒体就会设法说，我把这件事情呢，至少进行更严格的审核，或者进行逐级的降权。这个事情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说很聪明的方式，这是政府处理的2种玩法。而且呢，作为 FBI 做这个事情，就是说我只是告诉你可能是假的，我也不需要承担这个责任，说万一以后变成真的了会怎么样？是。这个事情呢，实际上就是所谓的考验这个平台的智慧了。那就是嗯平台你如何去确定这个监管的边界。那么嗯几种事情是需要对平台提出挑战的。嗯第一个呢，就是可能有事实，但是并没有定罪。比如说 嗯 Trump，嗯他在这个大选失败之后，号召嗯支持他的选民去做一些事情，但是他没有明确指出该做什么，对吧？然嗯后选民冲上国会山折腾了这一轮，好了，那么这个 Trump 的这个行为，他到底是这个应该被降权的，还是不应该被降权？因为没有定嗯罪嘛，定罪了嗯当然会很清晰，但是没有定罪，所以呢，这个就变成烫手的山芋，还是在平台手上。嗯另外一个就是新冠疫苗的，因为它有一个认知的过程，但是你的管理必须是实时的，所以这也是平嗯台面临的挑战。还有就是一些纯粹价值观方面的，比如哈以冲嗯突，对吧？你说谁有道理？两边都有道理，两边都有过分的地方啊，就是所以呢，这个就像你说的，FBI 给了这个警告，但是你警告基础上没有明确的指引哪些信息，嗯你说好那个确实是俄罗斯的这个 misinformation，那毫无疑问，你确认了嗯我就做事嘛，但你不确认，你只是告诉我有 misinformation 在上面，我怎么去做判断？所以呢，嗯对于社交媒体来说，最麻烦的就是它实际上是有很多个，就是工具箱里其实有很多工具是可以用的，嗯但是不管你怎么用，你都是一个主动干预的行为，嗯，对吧？你就相当于你做了一些事情，那么这个事情最终的结果一定是影响了这些信息的传播。好，是，那你做的这个事情，最终在定性上如何定，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更麻烦的呢，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内容是通过主动分发来完成的，就不是通过你关注了他 post 了一个信息，我降权之后呢，我故意让这个信息在你时间线上出现的更少一点。现在更多的嗯，完全是推荐引擎推送。推动算法，对，对，这时候更麻烦了。你你哪怕是这个推的少了，你实际嗯上也是一种干预，对吧？只是对，说这个干预不像降权那种主动干预那么明显。然后这两种干预之间的这个界限如何去划分？所以这个就嗯。因为新的技术、新的这个业务模式出现，就更加复杂了。所以我觉得现在还没有一个很明确的说法说啊，你这个主动降权以及在推荐分发方面这个被动的停止分发，这个在具体业务实践上，监管部门应该怎么去区别对待？但实际上一定是有区别的，对吧？这件事情呢，其实让我想起以前我们经常讲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什么呢？就是说，有一个家伙被这个原始部落抓住了，说，嗯你如果说真话呢，就是这个死刑；嗯如果说假话就死刑，如果说真话就如何如何，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题。然后说你现在要说什么？然后他最后说，我将要说一个真话，还是将要说一个假话？他等于做了一个未来态的一个表达。那么最嗯后呢，他被放掉了。其实嗯像这个扎克伯格他们接受到的大量的这种事情，都是这种未来态的。是这是其实现在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因为没有人说这个事情怎么样，所以这一次扎克伯格在那个信上也写说，以后即使我们再收到了一些这样的信息，或者说我们得到的信息没有被确认，依然在核实过程中，我们也不会去动它的流量，这是他这次的一个很奇怪的一个表述吧。是的。
实际上呢，就是社交媒体，包括互联网平台，它去监管相关的内容，去做主动干预，在美国的立法上是有明确的法律依据的。嗯就是美国的这个通信规范法第230条，它是支持平台去主动的规范、控制一些有害内容的传播，嗯哪怕是最后证实这些信息可能并不是真的有害，但是它嗯只要能够证明自己的出发点是好的，而且在当时的时间来看嗯是看起来是正确的选择，就没有问题。这个就是俗称所谓的好撒玛利亚人法，就是所谓的好嗯人法。就比如说你看到路上一个人倒了，你是医生，你去给他做人工呼吸，最嗯后呢可能人救回来了，压断2根肋骨，那这时候你是不会被追责的，因为你主动去帮他，然后去嗯救了人，尽管产生一些附带的消极的后果，但是在这种类型法的保护下，你是不用承担额外的责任的。那么，嗯通信规范法第230条实际上也是同样的道理，平台发现有这些信息，我就可以去干预。当然，到底哪些信息是应该纳入到这个范围内的，其实目前也没有一些特别明确的说法。这时候嗯呢，要牵涉到我们之前提到的另外一个话题，就是这个 Telegram 的老板被法国拘捕嗯的这个事情。那嗯么传统上来说，哈，我们认为哪些信息是应该被这个严格管理，或者说平台应该主动去干预的呢？通常是一些相对的重罪了，比如说像这个恐怖袭击，比如说像这个儿童的保护、儿童的这个色情啊、人身安全啊，或者儿童的数据保护啊，这些毫无疑问平台是应该主动干预的。但是除此以外，那么嗯看起来不是那么直接，影响不是那么大的那些信息，平台是不是应该主动干预？包括我前面讲的哈以冲突，这很大程度上真的就是价值观的冲突。那你嗯平台要不要去主动伸手，还是说这个随意，就是基本就是放任自流了？按照这个推荐引擎也好，社交媒体平台也好，自己的固有的传播规律来进行传播，所以嗯，这个实际上也是目前非常不清晰的一个领域。是。因为像社交媒体里头呢，其实像刚才第一个我们讲的就是它处理很多未来态的事情，然后另外呢，其实还有2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它的状态不可恢复，就是我今儿给你限流了，你说过2天我发现错了，我给你补，这事儿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就这是个时间点过去了，对吧？你不可能有任何方式来去改变这个，就是没有后悔药这个事儿，这是是，第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推荐算法这个东西呢，其实里面有很多的参数是非常复杂，因为做这种推荐算法，你真的是像在国内的说法的话，比如说年薪100万的人，好几百个人坐在这儿搞一套算法，这个里头有太多的细节了，你其实很多的东西根本就没有办法追溯，说你到底哪个这个指标偏高了，哪个指标偏低了，所以它这种追溯是很难的。它还不像是说我给你限流了，或者我给你这个直接给你把信息删了，还不像这个似的。所以这个是，的追溯其实也是很麻烦的。是，这个是对于这个就是怎么说呢，Facebook 这个事情的话，我觉得呢，它反而算是一个表态，就是说我只嗯要每一次事情完了以后，我是可解释的，能够证嗯明我自己是出于好心，那么这个嗯，事情的话，你们就不能怪我。他大概是做了对，这样的一个事情。是，而对于这个Telegram 这个事情的话，其实我是有比较大的这种不同看法啊。为什么嗯呢？因为我一直觉得，像 Twitter 也好啊，Instagram 包括像这个 Facebook 也好，它叫社交媒体，它是有媒体属性的，就是嗯，你的东西是 publish 出去的，即使比如说你没有关注我在 Twitter 上，对对，吧？但是呢，你依然有可能看到我的信息，因为现在后边基本上都是推荐算法，并不是说你是只能看到你关注的信息，所以是这是一个公开的一个事情，就是再加上转发、点赞这个事情，它是可以让信息进行爆炸式传播的。而 是，Telegram 是个 IM，它是个即时通讯工具，就是咱俩坐这儿聊天，点对点的，点对点的。嗯你在一个点对点的这个环境下的话，我觉得说任何事情都应该不违法。对。
它实际上就相当于我给你写了一封信，只是这个对，信数字化了，对吧？嗯，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首先毫无疑问的，这个双方两个人通信，哪怕是这个非法的内容，那对，么邮局也没有权利打开看，对吧？这对，个我觉得从传统的这个法律定义上来说，我觉得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因为这个直接牵涉到你的私人通信的审查问对，题。好，现在只是说现在边界呢，现在变得模糊了，就是对，说，比如说我是在群组里头，这时候不是点对点，是一嗯，对多的情况下，但是仍嗯，然是有边界的，就是比如说是邀请制的，群组里只有10个人、20个人，这时候，相关的一些违法的信息该不该被平台去审查，哪嗯，怕是事后的，这个嗯，边界一定是不清楚的，对吧？因为如果清楚，你就得明确指出来是10个人开始审，还是20个人开始审。嗯，国内我们都知道，这个微信群一过百，马上是，这个待遇就不一样了，对吧？嗯，尽管这个没有公开的数据说有这样的说法，但是大嗯，家用的时候心里自然都会有嗯，感觉，所以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且呢，这个对于这个 Telegram 来说呢，它实际上开了一个非常不好的头，什么头呢？就是平台责任和个体责任的问题。我们以前说好，你平台不管是干嘛，对吧？首先应该承担的主体应该是公司，对吧？嗯，嗯，监管机构应该惩罚公司，惩罚公司最直接的是什么？就是罚款。嗯，更严重一点，控制它的这个业务范围，然后再严重一点，就整个吊销，不允许嗯，你去在这个区域，在这个国家开展业务了。那么实际上呢，从公司惩罚的角度上来讲，最重的惩罚就是这样了，对吧？嗯，我在商业上就根本不允许你存在，我商业上就把你枪毙了。但是这次呢，Telegram 是直接针对高管个体了。嗯，就换句话说，你不论你平台怎么搞，以前我搞你公司，高管本身是没有人身风险的。对呀，责任有限公司或这次者怎么着，它也都是这样的嘛。对，所以呢，如果是高管最终因为监管的原因，不是因为其他原因啊，只嗯，是因为平台监管的原因嗯，被拘捕、被判刑，那这个头开了之后，以后所有的社交媒体，包括互联网平台，都有嗯，相关的风险。风险最大是谁啊？就是马斯克嘛。嗯，我相信现在马斯克如果赶到巴西，巴西高院就敢把马斯克抓起来，是，对吧？这时对，候就这种监管又进入到一个更加奇怪的方向上嗯，了，对吧？这个彻底把平台责任跟个体责任混到一起，我觉得这个是法国监管部门开的一个非常不好的头。嗯，我不能说完全100%没有道理，但我觉得这嗯，个头开了之后，如果其他国家相应的跟进的话，啊啊，互联网平台会生存起来，起码在保是。护保护言论自由、保护信息自由传递方面会更加困难。嗯，是。其实从这个 Telegram 的角度上来说呢，它是这样，就是如果是咱们两个人之间的通话，是嗯可以申请点对点的这种私密聊天的，而且一般都是会叫阅后即焚，就是看一段时间以后这东西就没了。嗯但一旦是进行群组通话的话，是不允许进行点对点加密的，就是它也会有一个加密算法，但是呢，相对来说会弱一些。嗯因为国内对待这样的这个 Telegram 群的方式就是机器人加群，就是你一旦发现这个群里头是人比较多了，或者有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就嗯会有一些相对敏感一些的这个机器人就加进来，然后它会，OK，实时的来监控你在干什么。但嗯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的话，法国政府应该也是发现了它里边有一些群组在去进行非法交易，比如儿童色情嗯或者什么这样的事情。然后呢，这个法国政府应该是要求他什么，就是你告诉我这个人是谁，你，OK，要让我追踪到他，我让我把这个嗯群里的某一个人抓住。那么这嗯个呢，就是他就不同意说我们是每一个人都是匿名的，或者说我
不可以把这个人的信息具体如何去拿出来，对吧？那么他就抓起来以后呢，他这一次呢就是一个法国的保护未成年人的一个组织签的这个逮捕令。嗯而且呢是控告他的就是做非法交易、儿童色情、嗯贩毒、欺诈、恐怖主义，等于在你平台上的所有的这些罪行，我现在要求你这个老大自己承担，嗯，而且现在号称要判他20年。是。所以这就存在一个问题。首先，法国监管部门要求 Telegram 提供这个特定用户的一些详细的信息。那么呃，因为我没有仔细看相关的报道，它嗯有没有这个 official 的嗯这个逮捕令也好，搜查令也好，或者相关的这个司法机构的这个，起码是这个法官开的这些东西。就像这个对，美国 FBI，他要求去这个，比如说去要求 Google 或者去 Facebook 提供相关的信息，他一定是要法官开出相应有一个的这个，文件的，对，对，法官认可说啊，嗯这个目前基于现在掌握的事实，已经确定啊，我需要去进一步收集相关的是，信息，对吧？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就像你说的，平台不配合和高管个人的这个个体责任，实际上是以前是彻底分开的，对吧？你嗯平台不配合，但是这个恶并不是平台本身做的，对吧？平台只是 do nothing，我只是什么嗯，都没做，而不是对，说我平台主动去配合他去做。平台嗯嗯配合他去做，你可以去惩罚平台，进而基于平台去惩罚高管，因为平台背后是高管管理的，对吧？但是平台 do nothing 的情况下，嗯那你直接去这个去追溯高管的责任，这个实际上是我觉得是有问题的。就像苹果一嗯样，FBI 要开锁苹果的这个嫌犯苹果手机，苹果公司说对不起，开不了。嗯，我就算能开，我也不能给你开，对对吧？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对，以，如果是类似的司法事件变成这个大家公认的规则的话，那我相信，只要嫌犯带着苹果手机到法国监管部门需要去下次把提姆库克拿抓了，对，一样可以把库克抓了，没有任何问题，是逻辑是一样的，对不对？是。对，这个其实是大家没想到，也没想到这个事情会发生在法国。你说这个事情你发生在俄罗斯，大家觉得好像也还可以哈，但是你说你发生在法国，这个确实是有一些奇怪。对，因为是，我是看到新闻报道上写的是逮捕令是有的，确实是有法院签发的逮捕令，是法国一嗯家打击对未成年人暴力活动的机构直接签发的。嗯，对，他是肯定是没有任何问题，他等于下飞机就直接把他抓了。是，而且呢，这个杜罗夫呢是有俄罗斯、阿联酋、法国和圣吉斯和尼维斯4个国家的国籍。嗯嗯就是那个最后那个应该是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做投资移民的地方，他可能先拿了一个，然后嗯剩下的3个国家他都是有国籍，所以他是一个嗯，法国公民，他是哦，他还到是法国，法国公民。对，他是法国公民，他是俄罗斯、OK，阿联酋、法国的公民。我知道他是俄罗斯跟阿联酋的，因为他常驻阿联酋对，嘛，觉得这个阿对对对，联酋相对来说这个比较安全，然后又这个又不像在这个欧美发达国家一样那么扎眼。但是是。我还不知道他同时还是法国公他民。是应该是前2年宣布过他拿到了法国国籍，但其 OK，实我是没想到他能拿到阿联酋国籍，因为阿联酋属于在嗯那儿待着很容易，但拿到国籍很难。嗯嗯哼，对，他所以等于是嗯就像你讲的，就是我们现在通过这种，包括这个原来这个像 Facebook，像这个谷歌、Twitter，在欧洲呢，就是不停的被罚款，然后罚个几是亿美金，它经常是按你年销售额、年全球销售额，然对后乘一个几%，然后在欧洲给你罚下来。对，然后罚完了呢，这顶帮人他也交，格的就是4%、6%，反正对，对，但是交完也就完了，然后这些老板也接着可以到法国，可以到全世界各地去，也不会有任何问题。他是这个是真是第一次说，哎，我也不说怎么样，然后我直接把你人扣下来，而且要求你承担
所有这些犯罪的这个平台上的这些犯罪的责任，这件事情是从来没想到过的。是的，以前类似的只是说这个跟暴恐相关的可能嗯会更加严格一点，但是因为暴恐是直接和人身，而且往往是这个影响波及面非常大。但是嗯现在这个法国相当于把其他的一些看起来没有那么重的罪也一并放进去，然后嗯把责任放到高管个体头上，这个的确是让人比较出乎意料的。另外还有一对，个案子，我觉得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嗯就是呃周二，今天是周六嘛，那嗯，你那边是这个我这对，也是周六。是周六，对对对对，周二这个美国的好像是新墨西哥的上诉法院判决，这个一个母亲向 TikTok 提交的这个诉讼可以继续，可以这个 move on。怎么回事呢？就是这个母亲有个女儿，在 TikTok 平台上呢看到了一个视频，就是所嗯谓的昏迷挑战，就是让自己缺氧，然后会嗯有一些 different 的 experience，对吧？然后呢，他就去试了，结果孩子死了。现在母亲就告这个 TikTok。比较要命的是呢，这个内容还不是这个女孩子关注的，是在 嗯 For You Page，就相当于嗯推荐内容的频道里头看到的。所以这时候平台到底有多大的责任？这个我觉得这个案子打下去嗯可能会越打越复杂。就嗯是第一，这个内容是主动推送的；第二，这个造成了严重后果，人死了；第嗯三，平台你如何能够证明你去管理这些明显有风险的内容？类似的内容其实很多了，包括嗯吃那个什么那个洗衣机球，然后把胃烧了，甚至就人就死掉了。这个恨不得差不多10年前就已经在嗯这个 Facebook 之类的平台上传播了。按道理来说，社交媒体平台对于这些有伤害性的活动，应该早就有这个成熟的机制去控制这些内容的传播。但是为什么这次被人抓到说这个在 For You Page 里头显示出来了，那 TikTok 就要证明 OK 这个内容我是管控了，可能我管控的没有那么好，漏了一部分，但起码说我是这个及时识别、及时去控制起码说，比如说正常它能够传播3万5万，那么最后只传播了300-500，那也可以，对不对？但如果说他没有做任何控制的话，那这个官司可能就真的还是挺麻烦的。所以这个当然没有像这个 Telegram 老板被抓起来那么严重，但是这个实际上对于社交媒体平台来说，公众普遍危害没有那么大，但是呢，这个还是有很多这种边界性的内容需要去做相应的管控。嗯，是是。那么这也算是给大家开了一个新的这种反正坏头吧，就像你说的，做了一个非常非常坏的榜样。是，对，这个再往后的话就是 Twitter Twitter 的话，其实主要是第一个是在美国，因为马斯嗯克自己的言论或者是一些言论管控的问题，他呢现在等于是被各种广告主所针对，因为马斯克现在应该是在做诉讼，就是起诉这帮广告主，是是，说你这个不在我这儿打广告了，这事儿有问题，对吧？你们想这个依靠广告的力量来限制言论自由这是一方面。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巴西的这个事情，巴西应该也算民主国家吧？算。嗯马斯克这个跟广告主之间的争端，我更多的是偏向于广告主，因为嗯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广告主他们的目标很明确，他就是希望通过广告展示达到自己的商业目的，对吧？嗯，那么商业目的就是商业传播效果不佳，我随嗯，时可以去调整，对吧？是，你很难证明我是出于政治的目的或者其他的价值观的目的，我不在你嗯平台上投广告，对吧？嗯嗯你除非说你收集到我内部的营销的信息，好了，我
之前在你平台上投广告，每花$10,000，我可以这个挣得$2-3万的生意啊。现在我投$10,000，我只能挣1万5的，甚至说1万的亏了啊，生意。或者亏了。对，我就根本没赚到钱，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你还得跟其他平台做比较呢。我这$10,000投到这个投到 Facebook 上，我可能就挣得更多一点，多个20%。那哪怕你还是能挣2万3万，那边能挣3.5万，那我投到另外一个平台上，这对合理合法的，对不对？所以从商业角度上来讲，马斯克想证明广告主基于价值观或者是基于这个政治的目的，不在他平台上投广告，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他查到内部的通话，查到内部的邮件，人家明晃晃的写下来了。不管 X 平台上怎么挣钱，我们就是不投啊。这是能证明，但我相信他肯定拿不到，对吧？谁也不会傻到。现在肯定是这样，就是有很多广告主一定是给他，比如写过邮件，或者有一些证据在他手里面，不是说这个 X 在挣钱我不投，而是说如果你不去进行某些方面的管控的话，会损害你的商业利益。一般大概会这么写这个邮件。至于人家投放的时候是什么策略，其实你是永远没法证明的。是。但是这么写也没有问题啊，因为你实际上平台上的这些争议性的内容，的确会给商业广告的投放影响商誉，带来负面的影响，所以这个人家是完全有理由的。另外一个就是那广告主投谁不投谁，他到底有没有自主性？他当然毫无疑问，自己的钱怎么花，当然是自己。所以这个马斯克他现在不光是针对广告主，他更多的是针对这个广告联盟。就是有几家大的广告主成立了广告联盟，在这个广告联盟里头号召大家不要往 X 平台上投，因为 X 平台上有各种各样不健康的内容，有争议性的内容，而且呢会这个影响到所谓的价值观或者其他。所以因为这个联盟实际上是更加露骨一点，推动广告主不要投 X 平台。所以呢，现在马斯克更多的是针对这个广告联盟，但是背后实际上还是就是这些大的以迪士尼为主的这些大的广告主，但是也没有办法。所以这个事情上，我觉得马斯克的胜算非常小。而且说实话，广东有句话，这个食得咸鱼，抵得口渴，就是你既然想做这个公共发言的平台，你就得做好商业损失的准备。是，有道理，你自己选的嘛，对吧？是。所以在这个事情上，但是马斯克有时候会有一些骚操作。你比如像他前面起诉 OpenAI， 然后到法院马上要去宣布说要这个无效的时候，他跑去撤诉，提前1天跑去撤诉，然后过了1-2个月说我再起诉你。他有的时候会干这种骚操作。我觉得他跟刚收购 X 平台的时候，他的想法已经有点不太一样了。他真的是有一些这个政治诉求在里头了。你想跟 Trump 连线，现在开始给川普站台了嘛？对呀，按道理来说，你如果是就是相对来说中立的角度的话，你更多的是你搭台子，别人唱戏，对不对？对，你可以邀请2个总统候选人到你的这个 X 平台上来开 space。然后再请几个重量级的嘉宾去提问，这个就挺好。你现在你直接连这个，所以为什么欧盟马上跳出来？因为这是毫无疑问的，这是直接会影响到受众的这个政治选择的一个。里面呢会有一个问题在哪儿呢？就是 X 平台本身是开放的，你拜登想去没问题，哈里斯想去也没问题。你在这里找任何人来跟你搭台唱戏都没问题。所以呢，这个马斯克在这个里边呢，其实有2个身份。第一个身份是他是 X 的老板，第二个身份呢，他是 X 上的一个大 V。那么他以大 V 的身份说，我今天找到了川普，我要去给他站一个台，还是说我在给川普站台的同时，我把这个拜登的这个信息和哈里斯的信息给他降权了，给他删掉了？这个其实是不一样的。就是他作为个人，作为大 V 来说，我觉得他应该是有这个权利，说我有我的诉求，我愿意去表达呢，他就表达了。
对吧？他只要不要去影响它的公平性就行了。是。但是很难分得清啊，因为他既然有这个双重身份在里头，对，你说他到底这次的行为是更偏向于哪个？嗯，分不开嘛，对吧？所以，是，呃，再加上他事实上的这种行为，就是加剧了 Trump 的一些啊、潜在的这些有风险的言论更加广泛嗯的传播。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欧盟在这个 Trump 和马斯克连线之前，先发了一封信给嗯这个马斯克说，不要乱讲话啊！你们这嗯，些这个乱讲话的话，有可能 X 平台在欧盟范围内就给你封了，因为是，理论上来说，如果他真的讲了一些出格的话，影响到欧盟居民，那欧盟的监管机构是有责任去限制这些信息的传播的。但是嗯平台又在欧盟以外，那就对不起了，我就只能对你平台下手了。当然，这个信后来，基本上也就不了了之了，因为 Trump 也确实没有说太多出格的事情是是，但是起码说，这个欧盟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了。其实讲白了，就跟巴西一样，我该监管的我就是要监管，而且是嗯基于我自己的价值观嗯来进行监管的。你要嗯在我的这个地盘上玩，那你就得尊重我，否则的话就嗯，别玩了。一样是，道理啊。巴西最早跟马斯克犟起来，也是因为大选的事情嘛。那么反对派说什么大选舞弊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嗯巴西政府当然就会要求平台你要把这些误导性的内容给删掉。马斯克认为这不是误导性的内容啊，这确实是有可能存在的呀。所以最终冲突就演变为对于这个事实以及事实基础上的观点嗯的冲嗯，突，那就很难说到底谁是对的。在这种情况是，下，平台你如果想在这个国家继续做生意，那你就得听这个监管部门的意对，见，尤其是现在已经从普通的这个行政监管变为最高法院的法令了，那就嗯很 serious 了。你嗯嗯嗯要不然就放弃这个国家的市场，要不然就听我的。那现在嗯，马斯克硬刚啊，对吧？我他妈这个市场我是。不要了。是，因为像这种事情呢，我记得以前谷歌讲过这个事儿，就是说谷嗯，歌讲说我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会遵守当地的法律。然后呢，举是的例子是什么呢？举的例子是德国，说德国呢是要求在搜索结果里头不能出现纳粹相关的东西，所以他说我就会对德国的搜索结果进行过滤，而且你反正给我举了这个要求，然后也有法律，然后也这个合理，我就执行了。这个他在每一个国家都会遵守每一个国家的法律，这个是必须的。呃，至少现在在这些国家，它确实是这么去处理的吧？对，但是像马斯克现在搞的这个事情呢，他是，你国家说了啊，这个是或者说国家当前的这种民选政府说了，说这个事儿是违法的，马斯克说我觉得不是，这个就会有很大的问题。而且呢，在一个国家禁止他使用 SpaceX 的时候，他说，哎，我把这个 Starlink 免费开放给大家去使用，其实这个已经相当于是说不好听叫战争行为了。这是你要颠覆人家政府是的。是，这已经就是赤裸裸的、完全的对抗了，对对，抗整个政府。因为起码你说稍微兜个圈子，对吧？去嗯寻求一个大家都能够接受的解决方案，可能会更好一嗯点。但是现在马斯克已经是就是完全我不知道他到底怎么想的，因为巴西毕竟还是一个非常大的国家，而且在区域非常有影响力的需不需要嗯，这么干呢？这个怎么说呢？又不是咱们委内瑞拉。先不说巴西大小或者有多大市场，有多少影响力，至少在美国这样的国家，能够采取这样的这种就是去颠覆他国政府这种行为的，应该只有美国政府是或者联邦政府是有这个权利的，其他任何人都没有这个权利去做这种决定的。是所以他呢，就是马斯克的这个事情，我觉得是几个方面吧。第一个，他作为个人来说，他愿意在 X 平台上说什么，或者愿意跟谁去做这个连线直播，愿意给谁拉流量，这个事儿呢，我觉得他应该作为个人是有这个权利的。只要同时没有说用不公平的
手段去打压另外一方或者打压其他东西，这个事儿是 OK 的。是我个人观点啊。然后另外一个呢，对于其他国家来说，还是应该 X 平台在哪一个国家就遵守哪一个国家当前合法政府的指令，这个还是应该去做的。然后如果要去说，我们要去对抗这个政府的话，那么至少应该是它作为美国公司的话，还是应该得到美国政府授权以后才可以做。是。行了，我觉得差不多了。你看看有没有什么评论可以拿出来跟大家我天，这聊一聊？个评论有点太多，念不过来，这个有点儿。是吧？你挑一些有价值的对。讨论。对，其实我看看时间啊，时间不多了，等对，我看还有一眼啊。差不多5分钟、十分钟，五分钟、咱们就 10分钟了。close 了。对，我们从对，后往前看吧。好，你我投到看看大家。屏幕上，我就能看见。OK，好，对，嗯，所有媒体都有立场，所有媒体都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平台不一样的是，它的传播力已经超过了媒体，但是它又没有如媒体一样承担相应的责任。它的中立性因为无限边界和推荐算法又显得很它其实显得很模糊这个中立性，是。对吧？实际上，平台的中立性呢，根源来说，你应该是平等的对待所有的信息，信息。哪怕是你背后有推荐算法，推荐嗯算法不应该去基于传播信息的内容本身做相应的控制。你应该嗯说，你你有自己，你像这个 TikTok 也好，什么抖音也好，它有自己一级一级的流量池。以前我嗯在我的频道里头专门讲过这个流量池嗯，的概念。你一级流量池表现非常好，它就会把你放到更大一级的流量池是。里头去做推广，去做传播。那么理论上来说，算法应该只看你在流量池里头的表现，然嗯，后决定你要不要放到更大的范围里对。头去做传播，而不是就你本身的内容去做相应的控制。那如果监管部门要审查你的这个推荐内容的话，就是看你的这个推荐过程是不是完全符合你算法里头的这种流量池升级的这个逻辑，对吧？那这就是个这个有人在我觉得是比较清晰的。是，这个有人在说我了，说我这个老范说永远无法得到广告主的说法有点儿是不是脑子坏掉了？这个马斯克的广告官司大概率是钓鱼官司，也就是通过诉讼，调取广告主的一些信息。大多数的广告公司决定停止投放是要开会的吧？就是他等于是要求这个对方去取证，就是有可对，能是要求一些举证关系的一些倒置啊，或者做一些这样的事情。然但你这个后是举证始终是要有一个开头的，这个很难的。对。哪怕是举证，人家也不会，很多东西是不会写在书面上，或者是是。有明确的记录的嘛，对吧？对。过去法国大革命和现在的法国极端方面经常遥遥领先，不奇怪。反正法国人的浪漫也确实会干一些大家想不到的事情出来。我觉得法国这次还真的是挺让人大跌眼镜的，因为是。你的这个人身的这个权利和那个平台应该承担的主体责任，这个应该是很清晰的，对不对？是。你可以把这个公司罚死，但是如果他没有主动做什么事情的话，嗯，你不应该去这个 charge 高管。这个个人嘛，你不应该我个人是对。对，我是不太认同的。嗯。然后啊，那一年看了《Social Media》那个电影，就一秒对扎克伯格下头了。后来看真实新闻，觉得他就是一个有社交障碍的精致利己主义者。这个啊，反正每一个人对他有各自的看法吧。我觉得是这样的哈。嗯我不太支持这个个人道德审判，就是这个人嗯是个烂人还不是一个烂人不重嗯要，重要的嗯，是他的行事规则是不是公开透明的，就是。平台的规则是不是公开透明的。他哪嗯怕是一个烂人，他只要是按照公开透明的规则去运行，大家可以去监督，可以在他不公开不透明的时候去干预。背后老板是个烂人，这真的没有那么重要哈。嗯。这个发生在法国的其实是对的。记得哈耶克怎么说，法国孟德斯鸠为首的
InPride 的欧洲大陆法体系。我看到下面也还在讲说，欧美是就是美国、英国是这种海洋法体系，法国是是这种大陆法体系，所以它这种大陆法体系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OK 这个这么细的东西我就不懂了。OK，我了解。小扎这种人不会因为诸如川普遇刺这种事情反思的。这个我觉得，小扎的很多其他的事情，我觉得以后可以再聊啊。我其实没见过这个人本人，因为我每次去 Facebook 他都不在，因为他不号称是在那个透明的办公间里办公，或者在透明的会议室里开会嘛。我进去了几次他们办公室都没碰到。但是即使碰到，其实也没什么跟他可聊的，因为我是不会讲英文的，或者英文很烂。他据说会讲一点点中文。我针对这个评论，我讲一句啊，我觉得最可爱的人就是利益之上的，对，而且是公开透明的，把自己获取利益的手段真小人。告诉大家。对呀，没问题啊，对吧？大真家都小人永远是比想挣伪君子可爱。没错啊，我嘴上说这一套，自己做着另外一套嘴上当着这个厅级干部，然后跑到加拿大去生个孩子，这他妈算个什么事儿呢？对不对？这个不知道啊，go 这 on 个事情 go 我们 go 不 on 知道。对。其实我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想去说一下吧，最后一个事情是什么呢？因为社交媒体其实已经是上一代的事情了，就是现在我们还觉得它有很大的问题，其实它已经是上一代了，而下一代的话是 AIGC 平台了。因为 OpenAI 刚刚跑去跟美国政府签了一个好像很严格的一个协议出来，现在大家就说，哎，这个我们政府在上一代管理这个社交媒体的时候没搞对啊，那我是不是下一代管理 AI 平台的时候可以把这个东西补上？因为原来社交媒体再怎么着，这个内容是你发的我发的，那 AI 平台这东西是它生成的，那你说这玩意儿咋弄？这个实际上回到了平台如何平衡服务与监管的矛盾的最核心的是一点，就是你到底要以什么阶段介入到这个干预？事前我是绝对不接受的，就是不管它生成什么样的内容多离谱，你不应该说事前先这个尤其是人主动生成的内容，你可以事后惩罚，但你不能事前审查，这个我觉得是这个最容易破底线的啊。另外一那你个呢，不做事前审查的话，它有可能真的会去造成非常大的这种损害。这个没有办法呀，这个两害相权取其轻。当然，平台本身在比如说这个 AIGC 的内容，它会去做一些基于 principle 的一些这个判定，那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不能说逐条人工的去控制，去这个确认内容 OK 才放出来，这个我觉得是非常有害的。现在的问题呢，不是逐条靠人工控制，而是AIGC 的大模型完可以替代人工，然后呢，极其高效的来判断所有的内容的政策倾向，或者是说向哪一个方向偏转。就是有了这个东西以后，这个政府的力量会无限的加强。是。所以有些平台可能就真的是很麻烦啊，像这些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加密的平台啊，什么匿名的平台，几乎在这种技术的加持下面，已经很难藏过去了，因为它可以审查、可以管理的这个边界大大扩展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们还是可以继续的讨论下去，包括这种即时通讯工具加上有群的这种即时通讯工具到底应该怎么管理？中国最省事儿了，实名制，对吧？这些一把搞定。然后呢，所有的内容只要像刚才你讲的100人以上的群，对吧？像我们以前知道就是10万加以上的朋友圈，马上真人审查，审查完了以后就没了。对啊，对，这个也是一种处理方式，还是说应该像西方这样，我们允许匿名，允许你有个人隐私这些东西，你可以不去实名制。那你说你既不实名制，然后我又到了群里边去做了很多的事情，然后我又找不到他，这事儿该怎么办？这个咱们先不说应不应该抓人的问题，这个事情其实是无解的。是抓人我们可能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我们可以罚 Telegram 一大笔钱，或者禁止他在法国使用，或者是这个
对使用进行一定的规避，说这个事儿我觉得是 OK 的，但是你直接把人抓了是不行的。对。对。而且最后马斯克这个事情，我觉得，反正我个人的结论就是，他作为个人，你爱说什么说什么，但是，你作为一个公司，甭管是 SpaceX 的老板还是 X.com 的老板，去对抗某国政府，或者说试图颠覆某国政府这个事儿，有点过火了。所以这个后面还会有更多的这个大事发生。我觉得巴西是也好，这个马斯克也好，现在看起来都不像是要服软的架势。是，所以看吧，火星撞地球。火星撞地球，对。而且你比如说，巴西如果向美国政府去提交一些这种外交上面的一些文件的话，或者一些照会，那美国政府会怎么办呢？会保护他吗？还是说我们就给马斯克下个禁令？美国政府可能要看巴西的这个到底在多大程度上需要处理马斯克。首先，我要看一下巴西跟美国之间有没有引渡协议，然后如果巴西正式，比如说去审判，然后甚至出了判决，不说甚至出了这个，比如说通过国际刑警组织或者其他的去对，要求引渡，那还真的是挺麻烦的。这个完全 depends on 两个国家的这个是。有关刑事方面的这个合作的深度了。但我觉得不至于闹到这一步。这个对于美国来说，相当于把自己搭进去，要成马斯克，完全没有意义。尤其巴对啊。西还是在南美最大最重要的国家，折腾这个干嘛的？但如果比如说是川大爷选上了，然后马斯克也跑到白宫去给他当了个高级顾问什么的，这个是不是会发生一些变化呢？哇，这可太乱了，我不知道，啊，真的不知道。这那个后边就变成还有的马斯克，吃瓜了。对对对，那就变成马斯克有相当大的政治影响力了。是啊，那就真的是跟美国政府绑在捆绑嘛，一起了。对啊。对对对。那他的很多的意愿可能就真的是可以说是，美国政府代表一定的美国政府了。对。是，这个还是非常神奇的。对，你是不是差不多到点了？我差不多了。对。差不多了哈，那行，我可以待会儿你要撤了，我就再把这个评论再聊一聊。好，没对。问题。我刚才那个磁铁啪一下吸到我的那个桌上了，啊，院子里。哦，所以为什么一声响特别大？我知道你们哦，肯定吓一跳，你知道。刚才这么回事儿。我是打算喝一下水，结果手上的这个背后的磁铁啪一下吸到这个桌哦，上。我之前这个在外头录的时候也发生过，但是这个因为是自己录嘛，所以就没有意是是是。识到这点。刚才直播一下，实在是，不好意思跟大家道个歉，可能吓是是是。大家一跳。嗯。对，然后你下次再开这个东西的时候，你现在是把它直接挂在手机上了吗？这个设备？对啊，对啊，我的那啊。个 receiver 是插在手机上。你是 receiver 插在手机上了哈对对？OK，对对，那个 receiver 上有一个那个增益增调整。益是吧？OK。对，就行，是我们都是我把它的知道了。增益调到头了。对，我就回头去调一下。行，我对。知道就知道到哪里去找了。对。你不说我还不知道这个增益是可以调的。是，因为我们都是尽可能的把声音调得大一些，因为这样后期对，剪辑的时候方便。没错没错。对。行，我觉得非常棒，就是这一期我跟 Jeff 一块儿连线聊了一些，西方国家对于近期社交媒体上的一些信息的管控吧，以及可能我们自己的一些思考。是我觉得我跟 Jeff 以后应该还是要多连线、多沟通，然后是。还是我们可以碰撞出很多很有意思的东西来。对，也嗯。希望多跟老范连线。下次我要好好设一下，看看怎么我这边也同步双方一起。直播。对对对对对。对，像我比如说跟别人连线的时候，经常会看到，哎，这个观众是从你这儿来的，那个观众是从我这儿来的，然后呢，大家互相都在提什么问题，这个会更 OK。好玩一些。好好。好，那我们这行，期那先这样，先到这里。我先下线了。好，好。大家再见，拜拜。嗯。好，他跑掉了，然后我来看一下都有什么评论啊，我们把评论稍微的这个聊一下，然后我也就下线了。从头开始啊，第4章，这还是在打黑神话哈。
这个 Jeff 最近视频和黑社会一样爆了啊，这个是他最近讲了一些视频还是比较爆的。本来就管控，我 YouTube 都封了2个了，删除评论啊，YouTube 确实删评论删得很厉害。但是删评论的好处是，所有骂我的这个或者骂的比较极端的，我基本上也看不见啊，眼不见心不烦，也是一个挺好的事情。然后你说啥又被这个没关系了啊。小扎是典型的犹太资本家啊，他的这封信不过是天安门长跑和桌子上领袖著作的翻版啊。反正他有的时候干的事情呢，就真的是怎么说呢，让你觉得幼稚的可笑，对吧？特别直白干的很多事情，然后呢又同时再去讲这个就是你明显不可能相信的，说我就是中立的，我没有什么态度啊，所以同时在讲这个。下午刚刚面基，对，我们下午一块儿喝了咖啡啊，然后对，是带着太太一起去这个找塔主聊天去了。对，声音的问题我们已经处理了，以后只有我会啊，这个是没关系的。Jeff 呢是他自己有一个频道叫 Jeff 科技视角啊，然后他呢是原来在国内应该主要的是一些大的咨询公司，然后也在微软在这样的公司里待过，现在人呢在加拿大做这个广告优化方面的这种服务吧。也会做很多的财经和这种互联网技术相关的这种解读。人家是政府不介入啊，其实都介入，大家都在介入。地面门站的作用不是处理，而是对连接互联网是这样的啊。例如我用星链啊，是我的小地面天线把信号送到星链卫星，然后再到达拉斯的地面站，对，送到地面的 Internet，反过来也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啊。但就是他们在卫星之间也传输信息，只是那个带宽非常小。拜登儿子的那件事，虽然后来证实没有俄罗斯的阴谋，但 FBI 提醒他的时候，川普是总统，原因是不想2016年大选时，这个希拉里被黑事件再次重演。哎，反正川普在做总统的时候，肯定是没有很好的控制 FBI 了。声音还好，面相不错，哎，这个我喜欢。其实涉及的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涉及实质问题是社交媒体到底能不能是 public， 这个如果是那么理论上只能是法庭才能够做出裁决，而不是运营公司。但是现在呢，扎克伯格讲的是说，虽然美国政府给我施压了，但是最终我们还是按照自己的原则和意愿去进行了裁决啊，这个事儿是这样的。但是呢，按照你的讲法，应该是法院才可以下令去，这个改变Facebook 的各种信息和数据啊，或者说一些推荐算法，而不应该是政府直接施压。回头再看，好的。扎克伯格是怕川普上台，这个就不好说了吧，这个事儿。类似社交平台这样的媒体是否公共舆论至今也没有定论，更别提有关法律，所以是否涉及第一修正案还不好说。比如当初大量有关疫苗的阴谋论对社会造成了极坏的影响，这种事情怎么等法院判决？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疫苗好像也确实不怎么管用。这个说法有严重问题，这个是什么的？宪法内，只能总统认证啊，这个也就是现在拜登可以确认，这是什么意思？不对吧？这总统认定不需要最高法的制衡吗？这个你们美国人自己去讨论啊。需要注意的是，小扎的这封信是他主动写的，没人逼他。对，这个是真的。所以，他说他没有任何政治立场，这个他且说，咱们且信啊，也只能如此。说涉及第一修正案应当没啥大争议吧？
而且现在的话，社交媒体其实已经变得影响力越来越大了啊，比传统媒体的影响力更大，而且传统媒体现在都跑到社交媒体上去开账号，这才是真的。投名状有点诛心，风险管控不一定就是投名状啊。这个再说小扎也可以反思吧，这个反思肯定是可以啊，但是怎么说呢？如果你老是投名状，你就认说啊，我就要投川普了，我就一脑子扎进去。你不能说一边说，哎呀，川普你这个是我见过的最震撼的一个场面啊，然后我在背后捅这个拜登一刀，然后另外一边还说，哎，我中立的啊，我不支持任何一方，这个呢就让人觉得稍微有点精神分裂了。其实核心是加密通讯到底能不能被第一修正案保护的问题。其实加密通讯是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像 Telegram 的加密通讯，我觉得只要是一对一的或者很小范围内的，都应该是不被审查的。加密通讯到底是不是它其实根本就不是一个媒体。点对点也可以违法。Jeff 说邮局的说法也不妥帖，邮局看不到内容，除非违法或者合法开拆。Telegram 看不到内容。Telegram 是肯定其实关于说平台到底能看内容这个事儿呢，是有几层啊。第一层，如果你点对点了，那平台其实是看不到。然后第二层呢，就是你看得过来看不过来的问题，对吧？然后第三层才是说我想不想看的问题啊。那么它到底又要做到哪一步？来晚了啊，点赞，对，都要点赞。Telegram 最大的问题是点对点之间的这个几乎是点对点的，然后这样其实政府的这个基本上没招。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啊，咱们再讲一个这个 QQ 的事情。QQ 呢，最早的时候有一个技术叫穿墙，这个穿墙什么意思呢？实际上就是点对点信息传输。比如说吧，我们两个人坐在这个办公室的这个同一个办公室的两台电脑面前，然后我们用 QQ 聊天。这个信息呢，最早其实是不回 QQ 服务器的，是直接在两个电脑之间就传了，而且速度非常快。当时我们印象里就是在两个电脑之间传输文件的时候都是用 QQ，速度快的一塌糊涂，因为你就在局域网之间传嘛。你也不用再去什么设置权限呀，再去什么做共享啊，再搞这些东西都不用啊，QQ 之间就可以直接传了。后来呢，是国家要求说不行，任何的信息走 QQ 的都必须回服务器，而且服务器上要存档存多少年。然后这一个事情当时差点没把腾讯弄死。对，腾讯说我没有这么多服务器，也没有这么多带宽，甚至也没有这么多硬盘，你要求我把所有 QQ 聊天记录存下来，存多少？存这个至少3月还是存几个月？说我会破产的，当时差点没把他弄死。啊，也还是有一些其他人最后注资了，然后折腾来折腾去，才最后实现了这国家的这个要求啊。但是 Telegram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法国政府应当是抓住了杀猫腻把柄。这个事情呢，我觉得如果是这个人自己参与了这些交易的话，那么你是可以抓他的。但是他如果只是作为公司老板，然后拒绝配合你去进行这种调查的话，这个其实罚款到头了啊。投名状的说法挺有意思啊，小扎这下，这是下了多大决心？这个真不好说，他反正每一次都显得很别扭啊。小扎这种不会因为诸如川普遇刺这种事情反思的啊，这个我觉得我没必要去猜他了。这个发生在法国确实是对的啊，记得啊，这个刚才我们看了，这个也看了。小扎经常用力过猛，也是蛮好笑的。其实他有点蛮可爱的，就是一方面呢又用力过猛，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又好像在这儿表演一个，就是你就好像看到一个孩子在你面前说谎那种感觉。就是第一，谎言呢非常的拙劣，然后第二个呢表演呢也很拙劣，但是又很可爱。小扎会不会反思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还要看啊。革命老区3不5时就来一下共产主义，这个不好说了。这是什么？这是埃隆·马斯克反对这种联盟的理由。
这个其实是在1980年以来的工会经常被这个什么打的一样啊，你的联盟不能是这个反正看吧，现在大家也是觉得他这个案子很难打。而且马斯克现在告所有的这些，广告联盟呢，我个人感觉其实另外一个原因是这样的，就是广告联盟跟各个公司的广告主之间呢，其实都是有很多回扣啊，或者不正当交易在里面的。而这个马斯克呢，跑去 Twitter 之后，把他公司的所有的这些广告销售都给裁了。那么很多原来承诺的这种不正当的收益呢，就没有了啊，或者说有一些这个中间的关系链就断掉了。而且马斯克剩下的这帮人呢，也不像是愿意继续维持这种关系，等于是，把人家原来运行的很好的一套灰色机制给破坏掉了。所以这帮人就一起来抵制他啊，这个我觉得可能性更大。那么广告主是通过联盟形式，广告主是这样的啊，你比如说你卖这个，比如卡尔加厨吧，你今天要卖这个你的锅啊，假设你是卖锅的，你卖锅，然后呢，你是不会自己去做广告，自己去跑到这个Facebook 到这个叫做什么地方 Twitter 上去采购流量，然后去进行广告效果监控，然后再去优化这个事儿，大部分人是没有这个能力的。所以呢，他们会去到广告联盟那里去说来，我有这么多预算，然后呢，请帮我把这个事情解决掉。他们呢会这个帮你去拍视频、拍照片、写文案，然后呢再去到这些广告平台上面去把你的广告这个预算消耗掉，然后帮你去优化，得到一个最好的结果。这就是好多广告联盟干的活。但是呢，广告联盟有的时候呢，他们的这个结果又不是那么透明，所以在这个里边也有很多的可以上下其手的地方啊。所有媒体都有立场啊，这个我刚才看到了。呃，其实说到底，我们大家选择的是大陆法律还是美国法律？这个大陆法跟海洋法这个事儿呢，我反正没有那么理解啊。这个有谁明白的可以来跟我讲一讲。取消广告显然是真的 X 的不缺流量，效果好不好？X 平台和商家是可以考量的，然后定价。这件事儿是这样，就是刚才我讲这个一样，就是绝大部分人是自己没有能力去投放广告的，也没有能力去做优化。就是我以前遇到过的那些广告投放高手，那都是一帮数学系出来的人，那个能力非常强，绝不是一般人能搞定的。而且，这些人甭管是收入还是手里过的钱都非常多。我以前的一些同事手里边一年都是要过上亿美金的，对吧？这个不是一般人可以搞定的。公司开会研究是否投放广告，如果都是在讨论流量，就比较妥当。如果提到其他因素，但是他呢，这个怎么说呢？就有些就是嘴说了，有些是留在纸面上了。不同意真小人比伪君子好的判断，唯一的区别是伪君子有底线。伪君子为什么就有底线呢？这个事儿不好说啊。而且呢，像这个，其实我也不觉得扎克伯格是真小人啊，这是这个谁的 Jeff 的看法。我的看法是，扎克伯格属于表演的不是很好的这种伪君子。说到底，全世界都开始政治挂帅了，哎呀，这个就不好说了吧。现在搭建端到端 IM 的这个搭建难度门槛很低了，是的，就是它有很多开源的东西，你可以自己搭，这个事儿并没有那么复杂。但是呢，你自己搭的它的这个可以工作的范围一定是很小的。如何判断真小人还是伪君子？再说这幅不是，刚说好了不是，是不是烂人没啥关系嘛？这个反正每个人有各自的观点吧。一方面为一名，一方面窝藏网络阴暗面，无法解决啊。但是你把所有东西都翻开了呢，不就是1984了吗？对吧？你就实名制了嘛。什么是政治挂帅呢？这个政治挂帅其实一般我们就认为是偏离
这个叫什么呢？偏离商业诉求或者偏离商业逻辑以后的一些不可解释的东西作为基础的信息吧，这个我们一般认为叫政治挂帅。已经1个小时了，错过1个亿，哎呀，没有，就是因为 Jeff 呢，他是1个小时，就是到9点他要去送孩子，还是要接孩子，所以拖他太晚，回头出了事情会有问题的。川马配不敢想象啊，我也不太敢想象，这个确实是会很恐怖的。这个巴西和美国之间有引渡协议，但是要求是共同违反了2国的法律。这个事情反正他这个事儿是比较奇葩的事情，政府天生就有权力扩张的欲望，但是呢，它另外一方面，你的各种的机制也会控制它吧。部分引渡的国家，部分引渡意味着某国可能会因特定罪行或者是特定条件下引渡个人，这些协议通常包括各种例外。这个太复杂了啊，这个有律师回头教我们。都很可能成为现实了，还不可想象。不过，也未必就是那么恐怖。川普已经当过1次总统了，也没觉得太恐怖。怎么说呢？现在感觉川普好像比第1次当总统的时候要温和一些了。更认同老范的客观思维。哎，大家都挺客观的。就是我经常拉着 Jeff 过来，就是他呢更相信数据。我有的时候是对于原始出处啊，对于数据其实并没有那么在意，我更关注的好多是个人感受。他有的时候是考据的。加密通讯点对点技术大概是怎么样的？能简单说一下吗？如何实现？其实现在呢，很多就是对称加密和非对称加密，然后加密完了以后呢，如果是非对称加密的话，它等于是把私钥传输走了啊，就等于这头加密完了以后，中间所有流转的节点没有私钥的话，你解不开它。只有在有这个私钥的这个节点上，你才可以对这个内容进行解密，才可以看到里头的信息。所以好多是干这个的，就真正要对付这个公司要对的这种，就是叫非对称加密的话，要靠量子计算机了。现在量子计算机还没有彻底搞明白。星链卫星之间现在用激光通讯，带宽已经不慢，有点快了，每天达到4000什么什么。这个我告诉你，就这种通讯的量啊，你对于大量的使用来说，基本上是没有意义的。QQ 是1次啊，微信也是1次。还有跟运营商打官司，腾讯差点死了好几次。微信呢，其实还好，就是微信上来的时候，它已经很厉害了。扎克和埃隆都站在川普的一边啊，那我估计川普势在必得。社交媒体对于选情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他们既然已经选边站了，不用平台这个影响选举，我觉得不可能。这个事儿呢，怎么说呢？这叫以邻人为贼啊，就是你觉得他是贼，你怎么看他都是贼，而且他这个整个的工作过程他解释不清楚。而且川普现在还说了，如果我当上总统的话，我不会封禁 TikTok 的。你觉得 TikTok 站哪头？点赞点赞，对，你们都点过了吗？如果广告联盟就是一家，那么有点垄断啊。如果是有好几家相互独立形式的广告联盟，那么说垄断就有点勉强。但是如果大家都可以进行共同的进退的话，虽然它是几个广告联盟，但是大家可以商量着一起进行这种统一协调步调的干活，那其实也还是垄断的啊。你刚结束直播，你这儿也在直播，对。这个哎，明天那个时间定了没有啊？这个如果明天时间定了，赶快告诉我，然后我再去发预告。大陆法系就以法条为这个是知道的啊。海洋法系就是这个以案例。其实现在大陆法就是中国，其实现在很多的法律也是按判例法，就是判例会有影响。川普换了竞选团队，改变了竞选策略，是温和了很多。毕竟之前都是家族团队，现在是专业团队了，好吧？那么我们差不多就到这里啊。这个
感谢大家收听。这个我们以后再有类似这样的话题，我会再继续找大家去联合直播啊，大家一起去聊天。再见。